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家几乎所有戴过隐形眼镜的人都听过的公司——包氏和浪，中文通常叫博士伦，股票代码 BLCO。它已经存在170多年，卖隐形眼镜、护理液、眼药水、人工晶状体和眼科手术设备。按理说，这是一门非常稳定的生意。全球人口老龄化，近视人数增加，电子屏幕使用时间越来越长，白内障和干眼症患者也在持续增长。可是 BLCO 上市以后，股价表现一直不算理想。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增长9%，调整后利润接近翻倍，公司还上调了全年之业，股价却仍然只有16美元附近，市值不到60亿美元。核心问题很清楚，包氏浪是一家被复杂资本结构拖住的优质眼健康公司，还是表面增长稳定，实际盈利和现金流仍然不够扎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包氏浪的故事开始于1853年的纽约州罗切斯特。德国移民约翰·雅各布·鲍施开了一家很小的光学用品店，生意并不顺利。他向朋友亨利·龙借了60美元，两个人用握手完成合作。60美元在今天看起来不多，但对当时的小店来说是继续活下去的资本。后来，鲍施在街上发现一块硫化橡胶，尝试用它制作眼镜框。那时，眼镜框大量使用黄金、贝帽或动物角，价格很贵。硫化橡胶更便宜，也更适合规模化生产。南北战争造成金属和进口材料价格上涨，反而让这种低成本镜框迎来需求。公司逐渐从眼镜店变成光学制造商，开始生产显微镜、望远镜、摄影镜头和军用光学设备。这段历史重要的地方不只是公司很老，它说明包氏和浪最早建立的能力是把精密光学产品做成规模化工业品。后来，他进入软性隐形眼镜、护理液和眼科器械，靠的仍然是材料、制造、临床和渠道的结合。很多消费者把它当作隐形眼镜品牌，但今天的包氏浪已经是一家覆盖眼睛整个生命周期的公司。年轻人可能购买隐形眼镜和护理液，中年人开始使用干眼产品，老年人需要白内障手术和人工晶状体。它既有消费品属性，也有医疗器械和处方药属性。博士伦后来经历过多次资本运作。2007年，私募基金 Warburg Pincus 将公司私有化。6年以后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以87亿美元现金收购博士伦。博士伦拥有全球销售网络、制造体系和稳定的眼健康产品，可以立刻扩大 Valeant 的规模。Valeant 当时预计交易每年节省至少8亿美元成本，并显著提高现金口径下的每股收益。当时的 Valeant 被华尔街视为医药行业的资本配置机器。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皮尔森不愿意像传统药企那样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而是借债收购已有产品，再削减费用、整合渠道并提高价格。Bill Ackman 管理的 Pershing Square 相信这套模式可以持续复制，把 Valeant 当成重要持仓，还多次公开为管理层和商业模式辩护。风险也被这套漂亮数字掩盖了。Valeant 的增长越来越依赖新收购和药品提价。公司收购2款心脏药物后，大幅提高售价，引发患者、媒体和美国国会关注。专业药房 Fidor 又帮助公司销售部分高价药物，双方关系缺乏透明度。市场开始怀疑收入增长究竟来自真实需求，还是来自特殊渠道提价和激进会计处理。2015年以后，政府调查、国会听证、Fidor 争议和财务报表重述接连出现，公司延迟提交年度报告，一度面临债务契约压力。Pershing Square 起初没有退出，埃克曼和基金高管后来还进入董事会，希望更换管理层并出售资产。可是，医药公司的价值建立在信任之上，医生、患者、监管机构和债权人同时失去信心以后，再低的估值也难以阻止股价下跌。Pershing Square 最终在2017年卖出 Valeant， 公开报道估计损失超过30亿美元。
博士伦的隐形眼镜没有突然失去顾客，眼科医生也没有停止使用它的产品，但优质业务仍被集团的债务和信誉危机拖了下去。2018年 Valeant 改名为 Bausch Health， 希望借助博士伦的100年品牌与旧时代切割，但改名并没有自动消除债务。此后 Bausch Health 不断出售资产偿还借款，并计划重新分拆博士伦。2022年 BLCO 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但母公司只出售少量股份，仍保留绝对控制权。这段历史解释了今天的估值折价。博士伦既是母公司最稳定的资产，也是偿还债务的重要筹码。只要控股和分拆问题没有解决， BLCO 就还没有真正摆脱 Valeant 留下的资本结构。公司目前分成视力保健、眼科手术和眼科药物3大板块。视力保健是最大的业务，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 7.11 亿美元，占总收入超过一半。这里面包括隐形眼镜、护理液、非处方眼药水和眼部营养补充剂。Bausch + Lomb 的 Biotrue、Ultra、Infuse、Lumify 和 PreserVision 等品牌在不同细分市场都有一定知名度。这部分业务最像消费医疗，客户使用后会不断复购，品牌和验光师推荐能够形成粘性，但它也面临强生、Acuvue、Cooper Vision 和 Alcon 等对手的激烈竞争。隐形眼镜看上去是一片很薄的塑料，商业模式却不简单。镜片需要舒适、透氧、保持湿润，还要能稳定生产。消费者一旦找到合适的品牌，通常不会频繁更换，因为更换镜片可能带来干涩、异物感和视力差异。日抛镜片又把购买频率提高了。过去消费者可能一副镜片使用2周或1个月，现在每天都要换一副。对于厂商来说，日抛产品单次价格不高，却能带来更稳定的年度收入。Bausch + Lomb近年重点推动绥水凝胶日抛镜片，就是想提高产品结构和复购价值。视力保健板块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增长点，就是干眼。人长时间看手机和电脑时，眨眼频率会下降，泪膜更容易蒸发。年龄增长，隐形眼镜、空调环境和部分药物也会加重症状。干眼市场并不只属于处方药，非处方滴眼液的规模同样很大。Bausch + Lomb收购 Blink 品牌，再推出不含防腐剂的产品，希望从普通润眼液一路覆盖到更严重的干眼治疗。这个领域的优势是患者数量大，缺点是产品多，竞争分散，消费者未必长期忠于一个品牌。眼科手术板块第一季度收入 2.28 亿美元，主要产品包括白内障手术设备、人工晶状体、手术耗材和其他眼科器械。白内障手术的逻辑非常稳定，人眼里的晶状体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浑浊，最终影响视力。医生会取出原有晶状体，再植入人工晶状体。普通人工晶状体解决基本视力问题，高端产品可以提供更好的远近视力或散光矫正，患者有时愿意自费升级。高端人工晶状体的渗透率提升，可以提高厂商的平均售价和利润率。不过手术业务的增长不像消费品那么平滑，医院采购设备需要预算，医生需要培训，产品召回也会影响销售。Bausch + Lomb 曾经对部分 Envista 人工晶状体实施自愿召回，2025年的手术业务因此受到压力。2026年第一季度，手术板块按固定汇率计算只增长 1%， 但利润从亏损转为正数。这个变化说明召回影响正在减弱，高端人工晶状体和耗材结构也在改善。问题是 Alcon 在眼科手术设备上规模更大，医生生态和安装基础更强。Bausch + Lomb想提高这部分利润，需要持续推出高端晶状体，也需要让设备和耗材形成更强的绑定。眼科药物是最近增长最快的板块，第一季度收入 3.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12%。主要推动力来自 Miebo 和 Cidara。Miebo 用于治疗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干眼，它的重点是减少泪液过度蒸发。Cidara 则通过控制眼表炎症来治疗干眼。两种产品针对的机制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公司可以覆盖更多患者，
也能在医生渠道里形成组合。Meebo 第一季度销售增长 33%，Cidra 增长 30%， 这也是市场重新关注 BLCO 的原因。过去 Bausch Lomb 给人的印象是成熟隐形眼镜公司，增长速度有限。干眼处方药如果持续扩大，可以提高医药业务占比，让整体利润率向上。但收购和推广药物并不便宜。公司从诺华手中买下 Cidra， 交易包括一大笔前期付款和潜在里程碑付款。Meebo 也需要支付销售相关里程碑。第一季度投资现金流里就包括3500万美元的 Meebo 里程碑付款。账面收入在增长，现金却要支付给原来的资产所有者，所以投资者不能只看销售增速。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总收入 12.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 排除汇率后增长 6%。营业利润从上一年同期亏损8300万美元，改善到盈利3300万美元。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从9800万美元升到 1.89 亿美元，排除收购研发费用以后则达到2亿美元。公司把全年收入指引提高到 54.2 亿至 55.2 亿美元，也把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指引提高到 10.1 亿至 10.6 亿美元。这份财报最积极的信号不只是收入增长，而是过去几年投入的新产品开始进入利润贡献阶段。Meebo 和 Cidra 已经走过最昂贵的上市初期，广告和推广费用相对下降，召回造成的拖累也在减弱。管理层推动运营效率，销售增加后更多毛利可以落到营业利润。第一季度营业表现比去年同期改善 1.16 亿美元，说明利润修复不是单纯来自汇率。但按照通用会计准则，公司仍然亏损7100万美元，主要原因之一是利息费用。第一季度利息支出9700万美元，接近当季调整后利润的一半，也远高于3300万美元的营业利润。换句话说，业务已经开始赚钱，但债务成本仍然吞掉大量成果。公司第一季度经营现金流只有3200万美元，投资活动使用 1.3 亿美元。对于一家市值不到60亿美元的公司，这个现金流并非灾难，但也没有好到足以让市场忽略债务。截至2025年末，Bausch Lomb 长期债务规模超过40亿美元。公司2025年进行了再融资，延长部分期限，但也产生了融资费用。债务本身来自收购和从母公司分拆时的资本安排。眼健康业务的收入相对稳定，所以一定杠杆可以承受。真正的问题是，当利率较高、研发失败或产品召回出现时，债务会放大波动。公司需要把调等后利润转化成自由现金流，逐步降低净杠杆，估值才可能出现持续提升。BLCO 更复杂的地方还在母公司。2022年 Bausch Health 把 Bausch Lomb 重新推向公开市场，但只出售了少量股份。截至2026年3月底， Bausch Health 仍间接持有约 3.1 亿股，占 BLCO 已发行股份大约 87%。名义上 Bausch Lomb 已经上市，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被母公司控制的公司。市场每天交易的自由流通股有限，少数股东对公司战略的影响也有限。Bausch Health 希望最终完成分拆，但这件事多年没有解决。原因不难理解， Bausch Health 自身债务沉重，Bausch 和 Lomb 是它最有价值、最稳定的资产之一。直接把股份分给母公司股东，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出售 Bausch 和 Lomb 又需要价格足够高，才能真正改善母公司的债务结构。2024年，市场一度传出私募基金准备收购，估值可能达到130亿至140亿美元。到了2025年初，公司明确表示，当时不会推进第三方私有化交易，完全分拆仍然是目标，但没有清晰时间表。这层关系压住了 BLCO 的估值。潜在买家会担心交易结构和债权人阻力，普通投资者会担心母公司未来出售大量股份，形成供给压力。Bausch Health Control 董事会和重大决策也让 BLCO 很难完全按照独立公司的利益行动。另一方面，
母公司持股也创造了潜在催化剂。只要分拆路径变得清晰， BLCO 的自由流通股增加，治理结构独立，市场就可能按照纯眼健康公司的标准重新估值。对比同业可以看到这种折价。Alcon 是全球眼科手术和视力保健龙头，规模更大，盈利和现金流更稳定，市场愿意给更高估值。Cooper Companies 的 Cooper Vision 在隐形眼镜领域增长质量较好，特别是日抛和近视管理。强生的 AccuView 拥有强大的品牌和渠道。Bausch和 Lomb 的优势是产品线最完整之一，既有消费品牌，也有处方药和手术设备。劣势是每个板块都面对规模更强的竞争者，而且资本结构比这些对手复杂。BLCO 当前股价约16美元，市值约58亿美元。用公司2026年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指引中 10.35 亿美元计算，表面上的市值与调整后利润比例很低，但不能只用市值比较，因为公司还有大量净债务。把债务加入企业价值以后，估值就没有看起来那么便宜。投资者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利润能否继续增长，现金流能否改善，以及分拆折价能否消失。乐观情景并不复杂，干眼药物保持2位数增长，日抛隐形眼镜继续提升份额，高端人工晶状体恢复，调整后利润率逐渐扩大。经营现金流增加以后，公司降低债务。与此同时， Bausch Health 找到可执行的分拆或股份处置方案，治理折价下降。在这个情景下， BLCO 不需要成为高速成长股，只要市场相信它是一家独立、稳定、能够产生现金的眼健康平台，估值就可能修复。悲观情景也很现实，药物增长放缓，推广成本重新上升，手术产品再次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收购研发资产失败。最新的例子已经出现。2026年7月，公司宣布停止开发一款青光眼滴眼液，因为中期试验没有达到主要目标。这个项目来自收购 Whitecap Biosciences。单个项目失败不会改变公司基本面，但他提醒投资者，眼科研发依然有临床风险，收购的管线不一定变成收入。另外，母公司分拆如果继续拖延， BLCO 可能长期处在治理和股份供给的不确定性里。公司即使完成利润目标，市场也可能只给较低估值。债务则限制了回购和分红空间。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这种股票最容易出现一种情况，业务每年进步一点，股价却因为结构问题长期横盘。所以判断包氏和 Lomb 不能只看它是不是百年品牌，也不能只看收入增长，需要观察几个更直接的指标。Miebo 和 Xiidra 是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视力保健板块能否在固定汇率下稳定增长？手术板块利润率能否恢复？经营现金流是否明显高于资本支出和里程碑付款？净债务是否下降？以及母公司持股是否出现真正可执行的变化？我的看法是，包氏和 Lomb 的核心业务并不差，眼健康需求长期增长，品牌、医生渠道和生产能力也有价值。2026年第一季度说明利润修复正在发生。问题在于，这家公司暂时还不能被当成普通消费医疗复利股，高利息、收购付款、研发风险和母公司控制，让它更像一只带有事件驱动属性的价值股。16美元附近的 BLCO 已经反映了不少问题，但便宜并不自动等于安全。真正值得提高估值的变化，不是某一季度调整后利润增长，而是自由现金流持续改善和分拆路径明确。如果这2件事同时出现，市场才可能重新认识这家100年眼健康公司。如果母公司问题继续拖延，债务下降缓慢，那么投资者可能还要忍受很长时间的折价。包氏和 Lomb 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一家公司的产品可以进入千家万户，行业也可以拥有长期需求，但股东回报仍然取决于资本结构、收购价格和治理安排。好生意只是起点，能不能把利润真正留给股东，才决定股票是不是好投资。感谢您的收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
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